你其實可以選擇你的反應，從被動爆炸到主動轉念的情緒自主力。有沒有過這樣的時刻？你剛下班，拖着疲憊的身體回家，本來期待的是熱騰騰的晚餐與家人的一聲問候，結果一打開門，迎面而來的是一句鞋子不要亂放了，講幾次了都不聽。你心中的火瞬間點燃，連帶把整天積壓的壓力一起爆發出來。你大吼，我一天工作12個小時就回來這樣對我講話。然後家庭戰爭一觸即發，氣氛激動。事後你躺在床上翻來覆去，懊悔地想，為什麼我總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？為什麼一不小心就傷到最親的人？但我們真的無法控制情緒嗎？如果我告訴你，你並不是被情緒牽着走的人，其實你有得選，你相信嗎？公司開會時，主管看了家安的報告，淡淡說了一句，你這個分析角度是不是有點幼稚？一旁的美雲也做了同樣主題的報告，家安臉色一變，開始語氣激動地辯解，我不是沒想過那個面向，只是時間不夠而已。而美雲只是抿嘴一笑說，了解，那我會再補強角度，謝謝提醒。下班後，家安懊惱地跟朋友抱怨，他根本是故意羞辱我，我再也不要在主管面前報告了。同樣被主管質疑，美雲卻不焦慮也不憤怒，反而顯得淡定從容。差別在哪裡？不是主管的話不同，而是他們對話語的解讀不同，而這個解讀正是可以選擇的。打破迷思，情緒不是洪水猛獸，它其實可以管理。很多人以為情緒是自動發生的，是某句話、某個人、某件事直接導致我們情緒失控，但其實情緒就像是自動灌水的機器人，在某個刺激出現時就啟動劇本，演出早就設定好的反應流程。真正的問題不是別人說了什麼，而是我們怎麼理解那句話，那個行為，我們選擇相信什麼。情緒不是突如其來，而是先有認知，再有情緒。舉個例子，當你在路上看到朋友從你身邊經過，卻沒打招呼，如果你心裡想，他是不是在生我氣，你會感到不安。如果你想，他沒看到我吧，你可能毫無波瀾。如果你想，他就是故意無視我，你可能會怒火中燒。同一件事，不同的解讀決定了不同的情緒走向，所以你可以選擇你的反應。選擇反應並不是叫你假裝沒事，壓抑感受，裝作冷靜，而是在自動反應之前，先停一拍，問自己一句話，我有其他反應的選擇嗎？這一拍可能只需要3秒鐘，但會改變你後面整個對話，整段關係，甚至你對自己的觀感。舉例來說，情境，伴侶回家後一直滑手機，完全沒理你，你可以選擇自動爆炸，你到底有沒有把我當人看？或者你可以停一拍，想一想，他今天可能也累壞了，或許我可以晚點再說。你也許還是會說出你的感受，但方式和語氣就會完全不同。我知道你今天很累，但我今天也有很多事想跟你分享，等你有空，我們聊聊，好嗎？這不代表你不在意對方行為，而是你選擇了用一種更能被聽見的方式說出你的需要。這才是成熟的情緒防護力。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我控制不了？很多人說，我不是不想控制情緒，是我真的控制不了。其實那種控制不了的感覺，
多半是來自2種來源：一，過去的慣性劇本太強大，從小你可能習慣情緒來了就吼叫、哭泣、逃避、冷戰，這些劇本已經成了身體記憶，自動演出，幾乎不經大腦，就像肌肉記憶一樣，越是反覆使用越難改。2，情緒背後的信念未被看見，例如有人一被挑戰就焦躁，是因為他內心其實相信，我如果不是完美的，就不會被接納。當這種信念潛藏在內心，就會讓所有批評都像威脅，自然想反擊或防衛。但如果你開始察覺，這是我的內在設定，就能開始建立新的選項，而不是照舊演出。改變情緒反應，就像練肌肉，第一次選擇不爆炸，你會覺得別扭、費力，甚至有點像在忍。第2次，你開始感覺到，原來我不用每次都吼，對方也會聽。第3次，你已經能在腦中冒出2-3種選擇，我可以冷靜回應，也可以先沉默一下。到了第10次，你會驚訝地發現，你不但沒變弱，反而更有力量，因為你擁有了選擇權。每當你面對讓你情緒高漲的情境時，問自己這個問題：我可以怎麼回應，讓我既表達感受，又保護關係，還能尊重自己？這不是逃避，而是高階的選擇。因為真正強大的人，不是情緒全無，而是知道情緒來時，他有100種回應方式，不只是一種吼叫。結語：情緒不是敵人，選擇才是真正的力量。最後，請記住這句話：我們不能控制別人怎麼對我們說話，但我們可以選擇怎麼回應對方。這就是情緒的自由。你其實一直都擁有選擇的力量，只是現在該輪到你重新接手它了。